2025年2月，一则印度空军元帅辛格斥责印度斯坦航空官员的视频在互联网疯传。视频中辛格元帅坐在驾驶舱内疯狂 diss： 我对印度斯坦航空一点也不自信，你们什么都没做，你们向我保证我来参加航展时会有11架光辉 MK-1A， 但现在一架都没有，必须改变，彻底改变。经常看星辰的都知道，印度国产光辉 MK-1A 之所以难产，责任全在美国通用不给发动机跟印度有什么关系？毕竟国产，只要是国家产的都行嘛。按说，既然责任不在印度，延期在印度也并不稀奇，那为何元帅大人突然如此大动肝火呢？原因咱们暂且按下不表，更抽象的还是事发地2025年印度国际航展。是的，元帅大人一下没忍住，直接现场开喷，结果被拍小视频挂网上了。大家好，我是极缺歇后语的星辰，今天我们换口味，一起聊聊群英荟萃的2025印度航展，以及三哥又整出来哪些次世代军购。关前提醒各位观众老爷投个币吧，2小时咖喱味英语视频真给我整郁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印度航展这俩词儿放一起就好像盲人摄影师、黑白大彩电、纯铜的金表、爆肝的星辰，看起来平平无奇，凑一起总感觉味儿不太对，但它的确存在。首届印度国际航展于1996年举办，之后每2年一届，自航展举办至今可谓好活不断，惊喜连连。经常卖军火的都知道印度向来是军购界韭菜当的最多，韭菜界吃亏吃的最广，军购韭菜2届呢，人家战机摔得最响。为了满足这位国际知名冤种，包括欧洲台风战机、法国达索的阵风、俄罗斯苏霍伊的苏30 MKI、美国的 F-16 等先进战机曾多次来此共襄盛举。近几年随着参展商增多，印媒更是给他冠了个亚洲最大航展的雅号，请看 VCR。 Welcome to Aero India 2025, where innovation takes flight, excellence soars, and the skies become a canvas for India's collective aspirations. 而2025年呢，又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届，主题为通往10亿商机的跑道。好，我来看看你怎么忽悠的。首先是本届航展最大的好消息，安然无恙。可能有人会说了，这值得提吗？2019年第12届印度航展开幕彩排时，2架印度特技表演飞机相撞，导致1死2伤。闭幕前，因为观众随地乱扔烟头，导致航展物理意义上的火了。大火一路烧到停车场超300辆汽车被火烧连营。火了的停车场就在印度耶拉汉卡空军基地，基地内停有近100架飞机，全年指标差点一次完成嗨，我南亚小霸王自有国情在此，所以没有事故就算99%成功。前情提要完毕，咱们直入正题。有一说今年的印度航展还是有点东西的，像巴西的 C390 军用运输机、瑞典萨博的鹰狮战机、美国波音的 B1B 等先进战机出席展示。为了体现印度航空工业的雄心，身为东道主的印度更是首次派出陆军参谋长乌彭德拉和空军参谋长的辛格2员大将共同驾驶国产光辉升空，为航展开幕式揭幕。更巧的是2位印军领袖还曾是同学，这次飞行也被印媒称为光辉的历史性飞行表演，凸显陆军和空军协同日益增强的壮举。结果人上飞机一看，嘿，您猜怎么着？这光辉 MK-1A 居然是用 MK-1重新涂装后冒充的。更抽象的是无论是航展的现场解说，还是活动网页宣传的，都是改进版光辉 MK-1A 进行飞行表演。结果现场全是光辉 MK-1，你别问型号对不对，你就说是不是光辉吧。好消息是，本次航展虽然没给元帅先生展示马克 1A 战机，但也没像老美一样展示马丁贝壳座椅。抛开冒充不成被自家元帅喷，完了被录视频公开处刑的乌龙不谈郑重亮相的还有一个重磅国产选手，1999年批准计划，2003年首飞，预计2026年服役的印度下一代亚音速喷气教练机 HJT-36。
这可是印度航展熟客啊！第一架原型机早在2007年就参加了开幕式，结果起飞时呢，轮胎爆裂，冲出跑道。2009年第二架原型机王者归来，但试飞时起落架故障，这次比较严重，摔了。2011年好不容易修好的第一架原型机又摔了。根据调查报告，原因是设计不对称，导致稳定性有点小问题，飞机旋转转弯时极易失控。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啊。在一番前仆后继之下2016年空军已不适合服役拒收，但永不言弃的斯坦航空请来英国 BAE 重新设计。本届航展上经过重大修改的 HGT36 被印度斯坦航空郑重更名为荣耀，宣布将租借给空军先用，满意再下单即可。就问你燃不燃？我查了下，所谓的重大修改指的是机身增加 1.5 米，尾翼后移 1.2 米。好家伙，你这确定不是跟西班牙造潜艇学的？设计时小数点点错了是吧？另外还有三哥采购的法国幻影2000、俄罗斯米格 29K、英法联合开发的美洲豹，还有印度本土制造的苏30 MKI， 在航展上摆了一溜啊，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那航展上有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呢？有的兄弟，有的。最大看点莫过于同时凑齐了3款五代机。首先，这是俄罗斯苏57和美国 F-35首次出现在同一机场，首次同台表演。印度虽然至今尚未完全进入五代机俱乐部，但继续在航展上展示了国产五代机 AMCA 的全尺寸工程模型。印度航空发展局宣布 AMCA 原型机将于2027年完成，大概在2028年首飞，预计2036年开始量产。不对啊，我记得同款模型2023年上航展，当时计划是25年首飞，29年量产的。不仅如此啊，除发动机和弹射座以外，其余所有部件均是国产。首批 AMCA 装备通用 F414 发动机，对于光辉被通用放鸽子，导致缺发动机等米下锅困境呢，印度航空发展局很有信心呐。目前为止没有遇到任何挑战和挫折。好，说到这里啊，我就得请大家想想，目前各国五代机的难题有哪些啊？隐身涂层、飞控系统、氮化钾雷达、高超音速风洞。我女朋友跟我吵架都没提出过这么多问题啊。这边建议印度扣1召唤俄罗斯。至此，印度航展的大家伙基本介绍完毕，咱来一段快板帮三哥总结一下。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印度航展成功举办了。印度军工志向挺远的，他是东边吞西进北边干小巴，今天望欧美，明天戳东大。再看不但尼泊尔，还有斯里兰卡，哪个有意见呢？谁敢不服他？他天上飞光辉呀，地上做拉瓦，海里有个航母维克拉玛蒂亚。航展一开幕啊，这元帅开口骂，说飞机有问题啊，你们不像话，放个假的凑个数，当我是冬瓜。印度看一圈，心里气疙瘩，这美国会算计，这俄国老狡诈，个个当我冤大头，我可不干呐。再看中国货，它就像开了挂，它价格又不高，它性能也不差，军购不如找东大，大伙说好吗？除了庞然大物战斗机，航展上的另一大明星产品则是印度自研中程僚机隐身无人机，款式多样，技术先进，功能各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都是模型，比如海军的阿比曼尤无人僚机模型，它长这样啊，由班加罗尔一私人初创公司制造，目标是与米格 29K 阵风 M 协同作战。开发公司承诺，未来将利用 AI 为无人机赋予自主作战能力。我怀疑这玩意儿能不能飞起来都要打个问号，你这感觉重心都不太对呢。相较于八字还没一撇的阿比曼尤，嘚斗的加塔克无人机模型显然更胜一筹啊。2016年批准计划，耗资7亿卢比开发，2022年成功首飞，展示了无人机的自主飞行能力。2024年再次首飞，进一步验证能在没有地面人员帮助的情况下自主着陆，被誉为印度国产作战无人机的重要里程碑。
就是不知道都有10级了，为啥参加航展的还是模型啊？你这图啥呀？图160吗？我再一查呀，2月印度国防部发现陆军部署的无人机内部含有东大零件，决定取消价值23亿卢比的约400架无人机订单。至于这俩有没有关系，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啊。要说呀，还是老牌健将印度斯坦航空最靠谱啊。他们拿来参展的勇士无人机不是模型啊，而是全尺寸验证样机，预计今年首飞。当然了，还不止这些，参展的有印度自研的超音速双发光辉舰载机的模型，还有1:15的光辉 MK2 的模型，更有各种精确制导武器、雷达、传感器的模型啊，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啊！对，你没有听错啊，一水的全是先进模型啊。话又说回来啊，你不得不佩服印度的国际环境，缺啥就开口，招标全都有。这次苏57和 F-35之所以齐聚印度航展争奇斗艳，无他，都是找三哥来要订单了。毛子态度非常诚恳，俄罗斯联合飞机公司公开提议：哎，大兄弟，苏57要不要啊？还带技术转让，厂家直售生产线，方便你们本土生产。如果交易获得批准，最快2025年就能开始制造啊！你们不是缺发动机吗？只要买苏57啊，咱就卖5代机的 AL41发动机，帮你升级苏30 MKI。三儿，信哥一次啊，哥啥时候坑过你啊？这次真不是1卢比。小提嘴啊，毛子这个苏57呢，就是当年与印度共同开发的 T50项目。2014年合作，印度支付了2.95亿美元的研发费，俄罗斯反手一个传统美德，得加钱，要延期，战机不给力，生产要排期。2018年忍无可忍的印度撤资跑路，2019年俄罗斯宣布 T50研发成功，定名苏57。2020年首架交付空军，大家可以复习一下这期啊，合着现在是打算故技重施啊。至于 F-35，早在2007年印度曾深入了解，为了给印度空军推销 F-16，当时洛马提出必须先买126架 F-16，20年后啊就能买5代机 F-35。懂了，这是机器皮肤碎片和一张 SSR 啊。2025年，川普白宫会见莫迪时表示，国防开支是深化美印伙伴关系的重要部分，美国将增加对印军售， F-35也能卖，2大强国伺候我一人，这福气能小得了吗？好消息是啊，印度空军共有260架苏30，由于光辉延期，急缺新机，如果换装新发动机升级苏30，好处必然大大的。坏消息是，毛子的米格27曾强行换装 AL31发动机，结果性能全面下降。好消息是，印度空军大部分是俄制战机，与苏57契合，而且转让生产线的条件很诱人。坏消息是，鉴于毛子专坑印度的优良传统，加上苏57产能不足，人自己都没几架呢，再加苏57首个客户阿尔及利亚还在排队，所以交付日期有点长。好消息是 F-35产能到行，去年空军拒收洛马仓库堆了不少。坏消息是 F-35也要排队，且维护贼贵。2022年，韩国的 F-35A 因撞鸟受损，美方维修费要价1.076亿美刀，比买新机还贵，并且老美遥控锁机 F-35早不是新闻了啊。三哥这种不喜欢付尾款的国家好像不太合适。我有一计，请诸君静听。老美毛子你俩也别争了啊，建议各自给东大送一架5代机，保证印度即刻打钱下单。由于印度总是在花大钱买和花冤枉钱造之间，老是选择花更多冤枉钱买回来造。个人认为啊，三哥还是会选择苏57，但考虑到三哥从俄罗斯手里购买的航母、租借的核潜艇，曾传出邀请美国代表团参观的丑闻，那这事儿可就不好说了。虽然印度飞机摔个不停，航展都是模型，久有韭菜威名，略具大国雏形。好在世界的抽象弥补了这点，因为印度正在朝着军火出口大国大步迈进。真的，我没开玩笑啊！最近三哥的军事消息总有种我看不懂的感觉，像什么法国正在就采购印度火箭炮谈判呢？2023年开始，美国准备与印度联合生产斯崔克战车呀。更离谱的是，也不知道是为了拉拢印度买 F-35还是啥别的。今年2月的阿布扎比防务展上，美国军工巨头 AM 倒反天罡的向印度国防企业 KSSL 签署了采购印度火炮的意向书。是的，你没听错，是美国找印度买武器，包括105毫米、155毫米等多款型号。介绍下印度火炮的战果啊！2020年9月，德尔斗开发了155毫米先进牵引火炮系统，试射时呢，炮管爆炸。
2021年，印度陆军训练时，一门105毫米野战炮炮管爆裂，随即陆军要求国防部立即干预，检查国营军械局，向其提供质量低劣的弹药，导致事故不断的情况。2024年，印度陆军炮兵学校在野外射击演习时，炮弹突然爆炸，导致2名学员死亡。不是，这是印度疯了还是美国疯了呀？什么？波音早把阿帕奇直升机的机身合同外包印度了？好吧，那当我没说啊。总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嘚儿都搞了这么多年自研，成功将印度空军中队从核定的42个缩减到31个，甚至在自家航展搞出冒充战机的骚操作。而印度海军这次还喊出正在建造超60艘军舰，已从买方海军转变为建造者海军。结果国产航母还是不具备完全战力。怎么说呢？好高骛远，这也是印度的一贯作风了。自家正在研究国产五代机，转身又在准备全球采购。刚攒出个佐拉瓦清谈，又看上了美军斯崔克既要又要，最后两头干不好。